庆余年2已经大结局了，对于这部剧的大结局只能说意难平。原因很简单，故事到了最为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，令人感觉抓心挠肝的难受。范闲下江南斗名家，本来靠着黑棋收回了3大房。这个时候叶流云来袭，范闲本来想要用巴雷特狙杀叶流云，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。而范闲用性命赌叶流云不敢杀自己，果然叶流云一剑斩楼，简直一个平 A 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势。可是因为顾及叶家人惨死，所以选择了放过范闲，甚至帮助范闲恢复了真气。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，后续会发生什么故事，可以说令人非常期待，也令人非常的好奇。其实关于范闲斗名家的故事后续才是最为精彩的。表面上是范闲和名家在斗，而事实上是范闲和长公主、二皇子，甚至是太子皇后在斗。因为这两者之间不仅仅是江南斗，更是在朝堂之上角力。其中最为特殊的一次，就是名家怀疑范闲用来打压名家的钱是掏空了户部，恰好范建掌控的户部出现了亏空，于是二皇子、太子皇后等联手参了范建和范闲。庆帝也雷霆大怒，彻查户部。到那时结果却是户部亏空和当初的太子有关系，和范闲并没有关系。当然庆帝对于范闲这个儿子也是真的很辣，为了让他做孤臣打压范建，直接利用户部亏空的事把范建给贬了。但是范建并没有被逼着辞官，反而是坚守在户部，就是为了给范闲保住基业。只能说庆帝对范闲很辣，而相比较来说养父范建则好太多了。范建、陈萍萍、林若甫都对范闲有着很大的帮助，但事实上全剧里面对范闲帮助最大的不是这几位，更不是庆帝，而是一个小角色红烛。红烛是颍州人，家里被贪官害得灭门，而范闲在抱月楼案中利用赖明成查贪官，却帮他报了仇。从此以后，这位对于范闲忠心不二，更是为了范闲成为了范闲在宫中的眼线，而他更是3次为了范闲改变了天下的局势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红烛对于范闲的作用有多大。1. 发现叶青梅密室实验室，找到巴雷特子弹图纸。范闲离开京都的时候，其实除了几位皇子之外，还有红烛也来送行。当然红烛不可能是自己出来，是奉庆帝之命行事。范闲对红烛说了非常意味深长的话，照顾好陛下。这一句话令人不解，庆帝正值壮年，身边更是太监众多，何须红烛照顾？而且红烛只是蹇书司的太监，地位远不如侯公公这种，想要照顾庆帝的饮食起居显然不太可能。其实原著中范闲给了他一份密令，让他寻找巴雷特的子弹，而红烛也的确没有令范闲失望，还真的找到了巴雷特的图纸，还发现了范闲的母亲留下的神秘实验室。叶青梅是工科博士，这一点范闲是远远比不上他的，所以要改变世界范闲不行，但是叶青梅却有这样的能力。红烛之所以发现他的实验室，是因为他和庆帝去太平别院，不小心坠入湖底，看到了实验室，并且发现了巴雷特子弹的图纸，后来交给了范闲，范闲也因此有了底气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范闲在这湖底的实验室发现了另一个出口，可以离开京都。也就是说，当初的叶青梅只要愿意，完全可以逃走的，但是他却选择被剁成肉泥，令人非常的不解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令人非常的费解，的确如此。要知道叶青梅早就预知到自己会被杀，甚至提前对于庆余堂的叶掌柜做了嘱咐，为何最后叶青梅惨死呢？为什么不从实验室的秘密通道离开呢？亦或者提前做准备？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解释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位预知到了范闲的未来，知道自己改变不了这个世界，所以生下范闲之后让范建带走自己的孩子。他选择赴死，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改变一切。叶青梅不是普通人，她是想要改变世界的人，对于生死早已看淡，甚至是情爱都看淡，否则她完全可以活下去，但是偏偏选择了如此。目的就是为了将来，他不想改变范闲的生命轨迹，所以选择慨然赴死。范闲后面去了太平别院的湖底，也终于知道了自己母亲的实验室，更是知道这个实验室其实可以让他逃离京都。可是叶青梅当初并没有离开京都，范闲有了巴雷特子弹的图纸，加上仪器，自然就有了和大宗师抗衡的资本。可以说红烛找到这图纸，改变了天下的格局，影响极大。2.
发现了太子和长公主的奸情。长公主李云瑞是喜欢庆帝的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从她对于范闲和叶青梅的痛恨就能看得出来。长公主的确是喜欢庆帝，而太子一直画的无脸女就是长公主，她喜欢的是长公主李云瑞。不仅如此，这两位早就发生了关系。李云瑞之所以和太子发生关系，一来是为了报复庆帝，二来是把太子当成了庆帝的替代品。毕竟太子是真的很像庆帝，而这两位的事情还是被红烛给发现了。红烛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了范闲，而范闲对于这件事自然是知道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，最后和陈萍萍推动了这件事。庆帝也终于知道了太子和长公主李云瑞的奸情，雷霆震怒，最后庆帝囚禁了长公主，并且放逐太子，动了废太子的心思。这也是庆帝设局大东山之战的开始。这件事最大的功臣自然是红烛了，只能说红烛发现的这个秘密改变了庆国的格局，改变了天下格局。3. 救了范闲一命。范闲目前已经知道了庆帝和自己的关系，而他对于庆帝并不是非常的满意，毕竟庆帝做的事情狠辣无情，但这还不是范闲背叛庆帝的原因。直到后来范闲发现了庆帝害死自己的母亲叶青梅，加上陈萍萍算计庆帝以命入局，被庆帝凌迟了，范闲这才和庆帝决裂，甚至后面带着海棠朵朵和王氏三郎入宫刺杀。但是可惜范闲小看了大宗师的恐怖，若不是范若若用巴雷特相救，范闲必死。而在离开皇宫的时候，则是红烛出手相救，若不是红烛，就不会有后面的天下格局，庆帝也不可能死。红烛救了范闲，改变了天下格局。最后范闲带出了五烛，再度杀入皇宫之内。庆帝惨死，范闲并没有取而代之，而是归隐。红烛则成为了范闲的管家，和范闲一起归隐西湖边上。总而言之，这部剧里面最容易被小觑的红烛，其实才是整部剧改变天下格局的重要人物。看似是无足轻重，却3次改变天下格局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红烛，庆帝未必会败亡，甚至长公主和太子很可能不会死。而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救了范闲。至于发现太子和李云瑞的奸情，算不得什么。最后红烛全身而退，也算是令人欣慰。